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叔，这里是一个专注聊养生的频道。如果您对养生感兴趣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您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。如果你有什么疑惑或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会在线等着你的来访交流。秋天来了，随之而来的咳嗽的人也多了起来。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内部治喘，外部治癣，就是说咳喘的病与皮肤的病最复杂。一般大夫怕治不好影响生育，就不愿意治疗，因为不仅肺的问题会引发咳喘，五脏六腑都会引发咳喘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道至简，大医至简，只要我们搞清了病因，调理起来也会得心应手，如鱼得水的。小伙伴们先思考一个问题，咳嗽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如果我们把目光仅集中在咳嗽这个症状上，当然会认为咳嗽是坏事，是一件糟糕透顶的烦心事。但文小叔要告诉你，咳嗽也是一件好事，它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通过咳嗽的方式把你肺中的病邪咳出去。如果小伙伴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就不会去吃那些抑制咳嗽的西药。是的，西药见效很快，很快你就不咳了，可是你的病邪就会永远留在肺里。不远的后来，这个病邪再度爆发，一时的症状就会演变成千言不愈的一辈子的症状。有小伙伴举手问了，小叔，既然你说咳嗽是把肺里面的病邪咳出去，那肺里面都有哪些病邪可以引发咳嗽呢？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好，就让小叔掰开了揉碎了，细细说给小伙伴们听。胰肺里面有一种病邪叫寒邪，这种寒邪会引发咳嗽。这种寒邪呢，通常是外感而来，比如正气不足的人吹个风，洗个澡就感冒了，打喷嚏了，流鼻涕了。寒邪来势汹汹，五脏六腑中第一个攻击的就是肺，肺开窍于鼻，于是乎鼻子的问题都表现出来了。这种寒邪引发的咳嗽具体是怎样的呢？首先，寒会阻塞经络，所以你的鼻子会不通，你肺里的阳气好不容易把鼻子打通了吧，流出来的鼻涕也是清的，清的像水一样。这时候你的咳嗽会有痰，痰也是白的。这种肺寒咳嗽怎么调理呢？肯定是不能吃寒凉的食物或者汤药了，否则就是雪上加霜。这时候你用点紫苏叶，用点葱白，用点生姜一起煮水喝就好了。外感风寒咳嗽通常是感冒最后的症状，是把肺里面剩余一点的寒邪感出来，所以这时候无需吃药，自己就会好。也有的肺寒咳嗽并不是外感，而是长期喝冰镇饮料，吃抗生素、输液导致的。这种长年累月形成的肺寒调理起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比如慢性鼻炎、过敏性鼻炎就是如此。不懂中医的人以为鼻子有问题，实质上根源在肺。二肺里面有一种病邪叫热邪，这种热邪会引发咳嗽，外感风热会引发肺热咳嗽。这种咳嗽怎么辨别呢？一来就咽喉肿痛，然后咳嗽，痰是黄的而且比较粘稠，其他症状都没有，这无疑就是肺热咳嗽了。风热咳嗽比较好调理，疏风清热就可。小叔推荐小伙伴们喝一喝桑菊饮就好了，桑叶加菊花，开水一焖泡，妥妥的。再顺便吃点凉拌鱼、腥草更好了。小伙伴们可能还有这样的体验，某一天突然便秘了，随之而来的是莫名其妙的咳嗽，这也是肺热咳嗽的一种啊。小伙伴可能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怎么便秘也会引发咳嗽？中医讲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肠子里有热，便秘，热出不去，就只有通过肺来散热咯，于是就表现为咳嗽。这个时候只要用大黄通通便就可以了。注意，通常这种便秘是热性便秘。三肺里面有一种病邪叫湿邪，这种湿邪会引发咳嗽，百病多由痰作怪。湿气重的人如果不好好调理，会发现痰也越来越多了。这种痰湿咳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，就是痰特别多，痰是白的，很浓，非常不爽，非要把它咳出来不可。咳出来后舒服多了，咳嗽就停止了。这种痰湿咳嗽调理的原则是理气健脾，燥湿化痰。去药店买2成丸吧，这是痰湿咳嗽的克星。
痰湿体质的人首选必备的中成药，也可以用陈皮泡茶来调理，把此茶作为你的养生茶。陈皮可是好东西，但不是所有的橘子皮都是陈皮，陈皮的制法有讲究的，哪里的陈皮最好呢？想知道的可以在文章后面留言了。四肺里面有一种病邪叫燥邪，这种燥邪会引发咳嗽。秋天天干物燥，这种燥咳最容易发生在秋天。这种燥咳内因是肺里的津液不足了，肺阴伤了，加上外因天干物燥，就容易引发。这种咳嗽是没有痰的，或者痰很少很少，就那么一丝丝盐，重点呢，痰中带有血丝。这种肺阴虚咳嗽还有一个特点，白天不怎么咳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加重，这个就很烦人，搞得人睡不好觉。这种燥咳的调理方法就要滋阴润肺了。5还有一种咳嗽叫积食咳嗽，8岁以下的小孩子容易的这种咳嗽。积食顾名思义就是吃多了不消化食物停留在胃里引发的。家里有宝宝的人要注意了，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感冒，晚上睡觉咳嗽，大便发干发臭，就要考虑为孩子消消食了。不要以为宝宝咳嗽了就是感冒哦，消食的中成药很多，大山楂丸、保和丸都可以选用，或者买焦三仙来泡水喝也可以的。好了，分享到这里，点个订阅吧。